我的室友总是喜欢给我洗贴身衣物，每当他给我洗完贴身衣物之后，我的贴身衣物都会多出一个洞。这天我到底要看看他对我的贴身衣物做了什么。他突然回头发现了我，我吓愣住了。室友就开始威胁我，今天你看到的，要是敢说出去半个字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我盯着晾衣绳上那条蓝色内裤，太阳穴突突直跳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5条了。宿舍门咔嗒一声被推开，周明端着盆走进来，他表示自己顺手帮我洗了忘泡的内裤，随后将干净的内裤往我床上一扔，水珠顺着布料滴在床单上，晕开一小片水渍。我捏着那条带洞的内裤转过身，向周明询问：“你洗内裤时到底在干什么？”周明脸上的笑容僵了半秒，随即又舒展开来：“我只是正常搓洗。”我将内裤扔到他面前，质疑正常搓洗为何会搓出这样的洞？你到底用了什么清洗？他弯腰捡起内裤，手指在破洞边缘捻了捻，忽然嗤笑一声，把责任推到早就该修的宿舍洗衣机上。这借口他已经用了3次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压下心头的火气，告知他这条内裤是手洗的。周明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他转身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，辩称可能是挂晾衣绳的时候勾到了，觉得这算不上什么大事。他说话时不敢看我，耳根却悄悄泛红。我盯着他忙碌的背影，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，这家伙绝对有问题。晚上熄灯后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宿舍里只有周明的呼吸声均匀起伏，其他人都还在外面通宵上网。我悄悄摸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往他书桌照去，台灯下压着一张洗衣店的收据，日期正好是上周3，也就是我第4条内裤出现破洞的第2天。他根本没帮我手洗，而是拿到外面洗了。那这个洞是怎么来的？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干脆爬起来穿好衣服。周明的声音突然在黑暗中响起，询问我要去哪里。我吓了一哆嗦，手机差点掉地上，谎称自己起夜。他没再说话。黑暗中传来布料摩擦的唏嘘声。我摸着墙走出宿舍，冰凉的走廊风灌进衣里，让我打了个寒战。走到卫生间门口，我突然停住脚步。不对，周明平时睡得很沉，打雷都吵不醒，今天怎么会被我的动静惊醒？而且他刚才的呼吸声明明很平稳，不像是刚醒的样子。一个荒谬又惊悚的念头钻进我脑子里。我放轻脚步，贴着墙根往宿舍挪。透过门上的玻璃窗，我看到周明正坐在书桌前，背对着门口。他手里拿着的赫然是我下午刚换下来的灰色内裤。台灯的光晕在他身上投下诡异的阴影。他低着头，肩膀微微耸动，不知道在做什么。我屏住呼吸，轻轻拧开门锁，一声轻响，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。周明的动作猛地一顿，我心脏狂跳，下意识地推开门缝往里看。他手里拿着的赫然是我下午刚换下来的灰色内裤。他正拿着一根针在我内裤上缝缝补补，而那条内裤的裤腿处已经有了一个刚成型的破洞。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，他桌角的塑料盒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内裤，有男士的，竟然还有几条明显是女生穿的蕾丝内裤。周明缓缓转过头，灯光照亮他的脸，嘴角还挂着诡异的笑容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冻住了，我喉咙发紧，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周明慢慢放下手里的针线，站起身，他个子比我高半个头，此刻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笑容一点点消失。他低沉沙哑的询问我好不好看，声音像是砂纸摩擦过木头。我连连后退，后背撞到走廊的墙壁，冰凉的触感让我打了个激灵。我颤声骂他变态。周明一步步逼近，阴影将我完全笼罩。他伸出手，指尖几乎要碰到我的脸，先是强调我们是室友，又说室友之间就该互相帮助。他提到我比较懒，内裤都懒得洗，声称自己帮我洗，帮我修改一下，是为我好。我闻到他身上有股淡淡的消毒水味，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味。我声音止不住的发抖，询问那些洞是不是他故意弄的。周明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力气大得像是要捏碎我的骨头。他凑近我的耳朵，热气喷在耳廓上，威胁我今天看到的事情，要是敢说出去半个字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他的指甲深深掐进我的肉里，疼痛让我瞬间清醒。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转身就往楼梯口跑。运动鞋踩在台阶上，发出急促的响声，身后传来周明低沉的笑声。跑到宿舍楼门口，我扶着墙壁大口喘气，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。夜风卷起地上的落叶。前几天在食堂听到的女生宿舍内裤丢失的八卦，突然钻进脑子里。李娜他们宿舍丢了3条内裤，隔壁楼更是丢了7、8条。有人说看到黑影徘徊，当时大家都以为是外面的变态干的。可周明桌角那些蕾丝内裤，我浑身一颤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难怪他总能精准的拿到我的脏内裤，难怪他每天晚上都要出去夜跑。这家伙不仅对我下手，竟然还敢去女生宿舍偷。我突然想起另外2个室友，王胖子上周说自己丢了2条新内裤，赵磊更是从上个月开始就把内裤藏在柜子里锁起来。他们是不是也发现了什么？肯定也是敢怒不敢言。冷汗顺着额角滑下来，滴进衣领里。我看着宿舍楼3楼那个亮着灯的窗口，周明的身影还站在窗边，像一尊沉默的恶鬼。这家伙根本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恶魔，而我们都住在恶魔的巢穴里。我在宿舍楼门口站了足足10分钟，冷风把我的后背吹得冰凉。3楼那个窗口的灯光始终亮着，像一只窥视的眼睛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王胖子发来的消息，询问我跑哪儿去了，还说周明称我出去抽烟了，他带了烧烤回来。看到周明的名字，我手指一抖，差点把手机扔了。这家伙竟然还敢在胖子面前装没事人。我回复说马上回来，让他们先吃。深吸一口气，我攥紧拳头往楼梯口走。现在不能慌，周明已经警告过我了，如果我表现得太异常，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。推开宿舍门的时候，王胖子正坐在周明对面撸串，赵磊低着头玩手机，桌
桌角堆着几个啤酒罐。周明看到我进来，眼皮都没抬一下，自顾自地擦着桌子。王胖子把一串烤腰子递过来，说是刚出炉的，让你快尝尝。我接过烤串，手指还在发颤，谎称刚在楼下碰到辅导员了，聊了几句。赵磊突然抬起头，眼神怪怪地看了我一眼。周明擦桌子的动作顿了顿，笑着询问辅导员是不是这么晚还查寝。我故意提高音量，眼睛盯着周明，告知他辅导员说最近女生宿舍不太平，让我们晚上锁好门。他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随即又恢复自然，称那些偷内裤的变态真该抓起来枪毙。王胖子啃着鸡翅，含糊不清地表示赞同，还说自己女朋友宿舍也丢了2条，现在晾内裤都得盯着。赵磊突然把手机往桌上一拍，让王胖子吃自己的，少管闲事，气氛瞬间变得尴尬。王胖子愣了愣，称自己只是随口一说。周明站起身，端着水盆往卫生间走，说自己先洗漱了，明天还有早课。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肩膀故意撞了我一下，压低声音提醒我别忘了他说的话。冰冷的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，我看着他走进卫生间的背影。等周明关上门，赵磊突然拽了拽我的胳膊，朝阳台努了努嘴，我心里一动，跟着他走到阳台。王胖子不明所以的跟过来，他询问我们俩在干什么，神神秘秘的。赵磊关上门，掏出烟盒递过来，向我询问刚才在楼下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？我浑身一震，反问他你怎么知道？赵磊点上烟，深吸一口，告知我周明刚才洗漱的时候在卫生间里哼歌，而他每次做了亏心事就会哼那首破歌，还提到上礼拜自己藏在柜子里的新内裤不见了。周明那天晚上就哼了这首歌，我的心脏猛地缩紧。果然赵磊也被他搞过。王胖子突然压低声音，称自己这个月也丢了3条内裤，刚开始以为是收错了，直到上周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看到周明站在自己衣柜前，手里拿着他的内裤，我又惊又气，质问他怎么不早说。他急得脸通红，称自己当时吓懵了。周明看到他醒了，就说帮他收拾衣服。他一个大男人，总不能因为几条内裤跟周明翻脸。赵磊冷笑一声，直言王胖子是怕周明。王胖子脸涨得通红，极力否认自己害怕，只是觉得没必要因为这点事起冲突。我打断他们，强调周明有很大的问题。我把刚才在门口看到的一切说了出来，还有女生宿舍丢内裤的事全说了出来，唯独没提周明威胁我的话。王胖子听完眼睛都直了，不敢相信周明还偷女生内裤，怒骂他太变态。赵磊掐灭烟头，称自己就知道不对劲。周明每天晚上出去夜跑，回来身上都有股香水味。阳台门突然被敲响，周明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，询问我们在聊什么，这么久不进来。我们3个同时闭嘴，脸色煞白。赵磊对着我们做了个口型，示意我们别说漏嘴。他打开门，脸上堆起笑容，谎称没什么，只是在聊明天的球赛。周明站在门口，目光在我们3个脸上扫来扫去，最后停在我身上。他笑得一脸和善，告知我的内裤他帮我晾好了，还说这次检查过了，没勾到东西。我后背瞬间起了一层冷汗，他竟然还敢提内裤的事，这是在警告我。我强装镇定地向他道谢。王胖子突然打了个哈哈，说时间不早了，自己先睡了。赵磊也收起手机，称自己明天有早课，也准备睡了。宿舍里很快安静下来，只剩下周明收拾东西的声音。我躺在床上，眼睛盯着上铺的床板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周明肯定察觉到什么了，他刚才看我们的眼神就像在看3个猎物。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赵磊发来的消息，约定明晚7点在天台见面。我回复说好。黑暗中，我听到周明的床铺传来翻身的声音，这家伙还没睡。我闭上眼睛，心脏在胸腔里狂跳。现在我们3个都知道了周明的秘密，可我们3个加起来都不一定打得过他，更何况他手里可能还握着我们不知道的把柄。明天去天台一定要想个办法，不能再让周明这么嚣张下去了。女生宿舍的内裤，我们的内裤，还有那些被他藏起来的战利品，这家伙就是个定时炸弹，谁知道他下一步会干什么？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，我听到周明轻声笑了一下，那笑声在寂静的宿舍里格外清晰，带着说不出的诡异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冷汗瞬间浸湿了睡衣。他到底在笑什么？难道他知道我们要在天台碰面？第2天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，上课时盯着黑板，眼前却总浮现周明在灯下缝内裤的诡异身影。下课铃一响，我几乎是冲出教室的，刚走到教学楼门口就被人拽住了胳膊。赵磊压低声音，示意我往这边走。他眼神警惕地扫视四周，我跟着他绕到教学楼后面的小路。王胖子正蹲在墙根抽烟，看到我们过来，赶紧掐了烟。他紧张地询问周明没跟来吧？赵磊皱着眉，称自己观察一路了，还觉得周明今天不对劲，总感觉他在盯着我们。我想起早上洗漱时，周明突然站在我身后刷牙，泡沫都快蹭到我脖子上了。当时我吓得差点把漱口杯摔了。赵磊看了眼手表，再次强调晚上7点天台见，让我们现在先别回宿舍，找个地方待着。我们3个躲在图书馆角落的自习室，谁都没说话。王胖子坐立不安，隔5分钟就看一次手机。赵磊则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，不知道在琢磨什么。我盯着窗外，脑子里全是周明那个塑料盒里的内裤，那些女生的内裤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他一个男生怎么进女生宿舍？难道有内应？越想越觉得可怕。直到傍晚6点半，赵磊才合上笔记本，招呼我们出发去天台。通往天台的铁门锈迹斑斑，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嘎吱声。天台上风很大，吹得人头发乱飞。王胖子缩着脖子，他抱怨非得在这里谈，冻死个人。赵磊走到天台边缘，他解释说这里没监控，也不会有人来。随后向我们询问还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我刚要开口，王胖子突然抢着说自己知道，他知道周明怎么进女生宿舍的。我们俩都看向他。王胖子压低声音，称上周末自己跟女朋友视频，女朋友说他们宿舍楼3楼的消
消防栓坏了，一直没人修，从外面能撬开。赵磊眼睛一亮，向我们确认周明的床铺是不是在宿舍靠楼梯口的位置。我点点头，告知他没错。周明晚上出去根本没人知道。赵磊拍了下大腿，说这就对上了，还提到自己前阵子半夜起来喝水，看到周明拿着个黑色背包出去，当时以为他去通宵上网了。黑色背包，我突然想起，我告知他们，周明床底下有个黑色背包，锁得死死的，我上次不小心踢到一下，感觉硬邦邦的。王胖子打了个寒战，他猜测里面可能全是那些偷来的内裤。风突然变大，吹得天台铁门哐当一声响，我们3个都吓了一跳。赵磊走到铁门处锁好，转身说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，得想办法治周明。王胖子哭丧着脸询问怎么治，称我们没证据，总不能直接报警说周明偷内裤。赵磊称当然有证据，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个外壳磨花的小 U 盘，告知我们这是自己早上趁周明去上课，在他枕头底下找到的。我好奇地询问这是什么，赵磊表示自己也不知道，但肯定有问题，还说周明平时连手机都不让我们碰，这东西藏得这么严实，绝对有鬼。就在这时，王胖子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刺耳的铃声在空旷的天台上格外响亮。他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，看到来电显示后，脸都白了，告知我们是周明打来的。我们3个瞬间僵住。赵磊做了个谨慎的手势，对着王胖子摇摇头。王胖子手一抖，手机差点掉地上，赶紧按了静音。王胖子声音都抖了，询问周明怎么会突然打电话，是不是发现我们不在宿舍了？话音刚落，我的手机也响了，屏幕上跳动着周明的名字，心脏瞬间提到嗓子眼。我看着赵磊，他示意我接；我看着赵磊，他示意我接。深吸一口气，我按下接听键，我的声音都在发颤。周明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常，甚至带着笑意，询问我在哪，还说自己买了西瓜回来。我们都不在宿舍，我撒谎称自己跟胖子在图书馆，赵磊去学生会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周明的笑声。他质疑图书馆不是7点关门吗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忘了这茬。我强装镇定，称自己刚出来，正往回走，马上就到。周明的声音突然变得阴森，提醒我记得早点回来，随后挂断了电话。我握着手机的手全是汗。王胖子腿一软，差点跪下，询问周明是不是知道了。赵磊脸色铁青，称周明肯定起疑心了，我们得加快速度。我急了，询问怎么加快，称现在回去就是自投罗网。赵磊从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纸，称这是自己画的宿舍平面图。确认周明的柜子位置后，告知我们周明钥匙串上有个很小的铜钥匙，应该就是开那个黑色背包的。我突然明白过来他的意思。赵磊眼神坚定，称我们现在就回去，趁周明不注意拿到钥匙。王胖子尖叫起来，称赵磊疯了，周明现在肯定在宿舍等着我们。赵磊盯着我们，反问我们是不是想一辈子被周明威胁，想让他继续去偷女生内裤。王胖子不说话了，我咬咬牙同意这么做，但强调的有个计划，不能硬闯。赵磊点点头，开始部署计划。他去敲门吸引周明的注意力，我趁机去拿放在门口挂钩上的钥匙。胖子去阳台假装找东西，随时准备接应。拿到钥匙后，我们先回各自的座位，等晚上周明睡着再行动。计划很周密，但执行起来风险太大。我看着远处渐渐亮起的路灯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如果被周明发现我们在找钥匙，不敢想后果。赵磊拍了拍我们的肩膀，提醒我们千万别慌，随后带头往宿舍走去。走到宿舍楼下，我抬头看向3楼的窗口，宿舍灯亮着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，不知道周明此刻在里面干什么。我的手心全是冷汗，心脏狂跳不止。今晚这一去，要么把周明的狐狸尾巴揪出来，要么我们3个都得遭殃。王胖子吞了口唾沫，提议还是报警吧。赵磊摇摇头，称没证据，警察来了也没用，反而打草惊蛇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推开单元楼的门，示意我们跟上。楼梯间的声控灯随着我们的脚步声一盏盏亮起，越靠近3楼，我的心跳越快。宿舍门就在眼前，里面静悄悄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太不正常了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太不正常了。平时这个点，周明要么在打游戏，要么在看电影，总会有声音。赵磊示意我们停下，自己走到门口，轻轻敲了敲门，喊周明说我们回来了。里面没有任何回应，死一般的寂静。王胖子吓得往我身后躲，他又敲了敲门，声音更大了些，再次呼喊周明，询问他在不在，还是没动静。难道他不在里面？不可能啊，他刚还打电话说在等我们。赵磊脸色变了，突然用力拧门把手，门没锁，嘎吱一声，门开了条缝，一股奇怪的味道从里面飘出来。赵磊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推开了门。宿舍里空无一人，周明不在，但他的床铺乱得像被打劫过，枕头扔在地上，被子扯到一边，而他床底下的那个黑色背包不见了。宿舍门敞开着，穿堂风卷起地上的纸屑。我盯着周明空荡荡的床底，后背瞬间爬满冷汗。黑色背包不见了，那里面装着的可是他偷内裤的证据。王胖子声音发颤，往后缩了缩，猜测周明是不是发现我们要搞他，提前跑路了。赵磊没说话，快步走到周明的书桌前，抽屉被拉开着，里面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，课本、文具扔了一地，只有那个装内裤的塑料盒还放在角落里，盖子敞开着，里面空空如也。赵磊咬着牙，手指在桌面上划过，称周明肯定是察觉到不对，把证据转移了。我走到书桌前，拿起那个塑料盒，盒底还粘着几根丝线，和我内裤破洞边缘的毛边一模一样。我忍不住询问他为什么要在我内裤上弄洞，这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。赵磊皱着眉，说自己也不知道，但肯定有问题。他突然蹲下身，在散落的书本里翻找，招呼我们分头找，
称周明肯定还有东西没带走。王胖子愣了愣，询问找什么。赵磊头也不抬，让我们找能证明周明偷内裤的证据，比如 U 盘、日记之类的。我们三个立刻行动起来。王胖子负责翻周明的衣柜，我检查书桌抽屉，赵磊则在床底下摸索。宿舍里只剩下翻东西的嘻嘻声，每个人都心急如焚。王胖子突然叫起来：“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！”我们赶紧围过去，他手里拿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女生校服，衣领上别着个校牌，照片上是个数码尾辫的女生，名字一栏写着林小雅。我认出她来，是学生会的文艺委员。赵磊脸色发白，怒骂周明连人家校服都偷，太变态了。赵磊一把抢过校服，翻来覆去的检查，校服口袋里空空的，没什么发现。赵磊把校服扔到床上，让我们继续找，称周明不可能把所有证据都带走。我重新检查书桌抽屉，指尖突然碰到个硬东西，在抽屉最深处贴着一块松动的木板，我用力一抠，木板掉了下来，里面藏着一个小小的铁盒子。我大喊一声，说这里有东西。赵磊和王胖子立刻凑过来，铁盒子没锁，一打开就看到里面的东西，几张女生宿舍的平面图，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几个位置，旁边标着日期，还有一沓照片，全是女生晾在阳台上的内裤，角度刁钻，明显是偷拍的。最底下压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几行字：3楼东侧消防栓松动，22点后无巡逻，周5晚学生会查寝，各宿舍留人林小雅。周3、周5晚9点晾内裤。王胖子倒吸一口凉气，称周明竟然还做了攻略，太吓人了。赵磊拿起那张标着林小雅名字的纸条，脸色凝重地说：“今天就是周3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今天周3，按照纸条上的记录，林小雅今晚9点会晾内裤，周明现在带着背包消失了，他肯定是去女生宿舍了。我突然反应过来，大喊不好，称周明不是跑路了，是去作案了。赵磊猛地站起身，他让我们快给林小雅打电话。王胖子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，他称自己没有林小雅的电话。我立刻摸出手机，告知他们自己有，上次学生会活动留过联系方式。电话拨过去，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。林小雅的声音带着疑惑，她询问我是谁，我急得大喊，自报家门说是男生宿舍302的阿哲，让他现在千万别去晾内裤，周明要去偷他的内裤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林小雅的笑声，她质疑我是不是搞错了，觉得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我急得直跺脚，大声反驳自己没开玩笑，告知他周明是我室友，专门偷女生内裤，还在我内裤上搞破坏，现在可能已经在去他们宿舍的路上了。林小雅的声音变得严肃，称我要挂电话了，再骚扰我就报警了。赵磊突然抢过手机，向林小雅说明我们有证据，称周明的书桌里有偷拍他们晾内裤的照片，还有他们宿舍的平面图，让他如果不信，可以现在去3楼东侧看看。周明每次都是从那里进去的。电话那头安静了，过了10几秒，林小雅的声音带着颤抖，她询问我们说的是不是真的。赵磊肯定的告知她千真万确，让她立刻锁好门窗，千万别出去。我们马上过去。挂了电话，赵磊立刻抓起外套，招呼我们去女生宿舍。我突然想起什么，拦住他们，称我们3个男生去女生宿舍不合适。赵磊已经冲到门口，称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王胖子也赶紧跟上，附和说救人要紧。我们3个一路狂奔，刚跑到女生宿舍楼下，就看到几个女生围着宿管阿姨哭诉，有女生说自己的内裤又不见了，还有人说自己的也不见了。宿管阿姨头疼的揉着太阳穴，称这都第几起了，自己已经上报学校了。赵磊立刻挤过去，告知宿管阿姨，我们知道是谁干的，是我们宿舍的周明，他现在可能还在楼里。宿管阿姨皱起眉，提醒赵磊说话要讲证据。我把手机里拍的塑料盒照片给他看，称周明专门偷女生内裤。就在这时，3楼传来一声尖叫，是林小雅的声音，她大喊有变态。赵磊脸色一变，喊了声不好，他让我们快上去。我们3个拔腿就往楼上冲。3楼走廊里一片混乱，几个女生吓得缩在角落。林小雅的宿舍门敞开着，里面传来打斗声。我们冲进去一看，周明正把林小雅按在地上，他手里拿着一条粉色内裤，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，他嘴里念念有词，说又得到一条完美的收藏品。林小雅吓得满脸是泪，拼命挣扎。赵磊怒吼一声，他骂周明是畜生，冲上去一脚踹在周明背上。周明猝不及防被踹得趴在地上，他猛地转过头，他看到是我们，眼睛瞬间红了。周明嘶吼着爬起来，怒称自己就知道我们会坏他好事。王胖子吓得大叫，他说周明手里有剪刀。周明挥舞着剪刀，眼神疯狂，他大喊谁都别想拦他，称这些内裤都是他的。林小雅趁机爬起来，躲到我们身后，瑟瑟发抖。周明一步步逼近，剪刀在灯光下闪着寒光，他突然怪笑起来，向我们坦白自己在我们内裤上弄洞，是为了把最好的布料剪下来，做一个最完美的收藏品。我盯着他手里的剪刀，突然明白过来，我内裤上的洞是他用剪刀剪的。这个变态！赵磊挡在我们面前，摆出防御的姿势，他让周明束手就擒，称他已经被发现了。周明笑得更疯狂了，称自己还有好多内裤没收集，还提到林小雅的这条粉色蕾丝，自己盯了好久了。他突然往前一冲，剪刀直刺赵磊胸口，赵磊反应快，侧身躲开，剪刀划破了他的胳膊，立刻渗出鲜血。我大喊一声赵磊，抓起旁边的椅子就砸过去，周明闪身躲开，椅子砸在墙上散了架。宿舍里一片混乱，周明像疯了一样挥舞着剪刀，我们3个只能狼狈的躲闪。就在这时，宿舍门被推开，宿管阿姨带着几个女生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拿着拖把扫帚。林小雅指着周明大喊，说他就是偷内裤的变态。周明看到这么多人，动作顿了一下，就是现在。赵磊忍着痛冲上去抱住周明的腰，他大喊让我们快按住周明。我和王胖子立刻扑上去，我们合力把周明按在地上，用绳子捆住他的手脚。周明还在疯狂挣扎，嘴里不停咒骂。我看着他扭曲的脸，心里一阵恶心。这个披着人皮的恶魔终于被制服了，但事情还没完。宿管阿姨掏出手机报警，手指都在发抖。周明被我们死死按在地上，嘴里还在疯狂叫嚣。他先是威胁我们知道他爸是谁吗？感动他一下就让我们毕不了业，还声称那些内裤本来就该属于他，是他
他精心挑选的收藏品。王胖子气得一拳砸在他背上，骂他都这时候了还嘴硬。周围很快围满了女生，一个个指着周明骂骂咧咧。有人说原来是他偷的内裤，太恶心了。还有人说自己丢了3条了，难怪总找不到。还有女生提议搜搜周明身上还有没有别的脏东西。赵磊忍着胳膊上的疼痛，在周明口袋里摸索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各种款式的布料碎片。我皱着眉询问这是什么，周明突然狂笑起来，他称这是他从我们内裤上剪下来的最柔软的部分。我看着那些碎片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原来他在我内裤上弄洞，就是为了捡这些碎片。这个变态简直无可救药。赵磊又掏出一个小本子，翻开一看，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日期和名字。3月15日，阿哲蓝色内裤，裤裆处布料优质。3月20日，胖子灰色内裤，弹性好。3月25日，赵磊黑色内裤，纯棉舒适。后面几页全是女生的名字，林小雅的名字赫然在列，后面还标着目标，粉色蕾丝。王胖子看得眼睛都直了，称周明竟然还做记录，太吓人了。周明突然停止挣扎，冷冷地看着我们，询问我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。我怒视着他，告知他警察马上就来，让他等着坐牢吧。周明嗤笑一声，轻描淡写地称就凭几条内裤，最多算小偷小摸，拘留几天就出来了。周围的女生都气炸了，有人大喊太嚣张了，必须让他付出代价，还有人说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要让全校都知道他的真面目，让他身败名裂。赵磊突然开口反问周明，以为他们只有这些证据吗？周明脸色一变，询问他什么意思。赵磊冷笑一声，提到周明床底下那个黑色背包，称他们知道藏在哪儿了。周明的瞳孔骤然收缩，赵磊步步紧逼，称周明以为转移到教学楼天台水箱后面就安全了，还说里面那些女生内裤和偷拍的照片足够让他喝一壶的。我和王胖子都愣住了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背包藏在哪儿。周明却慌了神，询问我们怎么知道的。赵磊盯着他的眼睛，称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还说周明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。就在这时，楼下传来警笛声，由远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周明彻底瘫软在地，嘴里喃喃自语，说自己完了，全完了。警察很快上来，铐上周明带走了。临走时，他恶狠狠地瞪着我们，放话称自己不会放过我们。赵磊冷冷地看着他，称他放心，这次不会有人再保释他了。看着他被押走的背影，我长长舒了口气，悬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楼下的学生爆发出一阵欢呼，那些曾经被周明伤害过的女生互相拥抱在一起，有的甚至哭了出来。宿管阿姨拍了拍我们的肩膀，她向我们道谢，称要不是我们，还不知道要被周明偷多少东西。林小雅走过来，眼圈红红的，向我们道谢，称刚才谢谢我们救了她，不然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赵磊摆摆手，称没事，应该的，让他没事就好。我对赵磊说，我们也去吧，把我们知道的都告诉警察。警局里，我们做了详细的笔录，从周明给我洗内裤弄出洞，到发现他藏内裤的盒子，再到天台上的密谋，全都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警察告诉我们，周明已经承认了所有罪行，他不仅偷了20多条女生内裤，还偷了不少男生的内裤。那些从内裤上剪下来的碎片，是想攒够了做一个纪念册。听到这里，我们3个都觉得毛骨悚然，这小子的心理已经完全扭曲了。从警局出来已经是半夜了，校园里空荡荡的，只有路灯亮着。王胖子突然叹了口气，没想到周明是这种人，平时看着挺正常的。赵磊揉着受伤的胳膊，称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以后可得小心点。我想起周明被带走时的眼神，心里总觉得不安，我忍不住询问他们，周明会不会真的报复我们？赵磊皱着眉，称不好说，但我们得做好准备。他突然停下脚步，说那个 U 盘还在自己这，还没来得及看里面是什么。王胖子询问，现在回去看吗？赵磊点点头，称万一里面有更重要的证据呢？回到宿舍，我们立刻打开电脑，插入 U 盘的瞬间，屏幕上弹出一个加密文件夹，需要输入密码。王胖子挠着头，猜测密码可能是周明的生日或学号。赵磊试了几个都不对，我盯着屏幕，突然想起什么，让赵磊试试内裤的拼音。赵磊半信半疑的输入 NICU， 文件夹既然打开了，里面只有一个视频文件，点开一看，我们3个都惊呆了。视频里是周明在宿舍对着镜头自言自语，他称今天又在我内裤上剪了一块好布料，我好像还没发现，还说胖子的内裤材质不错，就是太胖了不好剪。提到赵磊最近好像防着他了，得想办法再弄一条。更可怕的是，视频里还有他偷女生内裤的全过程，从撬销防栓到潜入宿舍，每一步都拍得清清楚楚。最后他对着镜头阴森的笑，称等自己收集够100块布料就能完成杰作了，谁也别想阻止他，谁阻止他，他就毁了谁。视频结束，电脑屏幕映出我们3个惨白的脸，王胖子吓得关掉电脑，直呼太可怕了，周明竟然还拍了这个。赵磊脸色凝重，称这才是最重要的证据。我看着漆黑的屏幕，心里一阵后怕，还好我们发现的及时，不然等他收集够100块布料，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。赵磊把 U 盘拔出来收好，称这个视频必须交给警察，有了这个，周明想轻判都难。窗外的月光照进宿舍，照亮周明空荡荡的床铺。虽然周明被抓了，但我总觉得事情还没结束。他最后那个眼神太吓人了，还有他说的那句谁阻止他，他就毁了谁，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，今晚注定无眠。第二天一早，辅导员就把我们3个叫到了办公室，他脸色凝重地坐在办公桌后，面前放着一沓文件。辅导员推了推眼镜，让我们跟他说实话，询问周明的事是不是我们搞的鬼。我愣了一下，称我们只是实话实说。辅导员把文件往桌上一拍，告知我们周明家长刚才打电话来，说周明在警局受了虐待，还说我们联合起来诬陷他。王胖子急了，称他们没有诬陷周明，证据都摆在眼前，周明自己都承认了。辅导员叹了口气，告知我们周明家长已经托关系把他保释出去了，说会严加管教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反问难道就这么算了？辅导员皱着眉，称周明有精神疾病，又是初犯，最多就是批评教育。赵磊猛地站起来，
质问周明偷了那么多内裤，还持刀伤人，这能叫初犯？辅导员无奈的摇摇头，称警方说那把剪刀不算凶器，而且周明家长愿意赔偿所有损失，那些女生也接受和解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因为他家长有关系，就能这么轻易的逃脱惩罚。我盯着辅导员询问，那我们呢？称周明威胁我们，还拍了那种视频，难道就白算了？辅导员摆摆手，让我们就当吃个教训，称这事到此为止，以后别再提了。赵磊攥紧了拳头，反问辅导员，要是他们不答应呢？辅导员脸色沉了下来，警告他们，难道想被处分就不怕影响毕业？走出办公室，我们3个都憋着一肚子火。王胖子气得踹了一脚墙壁，怒骂什么狗屁道理，偷内裤的没事，受害者反而要受处分。赵磊咬着牙，称周明家长肯定给学校塞钱了，不然哪有这么快保释出来？我看着远处教学楼的方向，心里一阵发寒。周明出来了，以他的性格，肯定会报复我们。我低声说，我们得小心点，称周明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刚回到宿舍，就看到门口放着一个包裹，没有寄件人信息，只写着我们宿舍的地址。王胖子好奇地拆开，想知道是谁寄的东西。包裹里是一个玻璃瓶，里面塞满了各种布料碎片，和我们从周明口袋里掏出的那些一模一样。瓶口还插着一张纸条，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，我的收藏品少了几块，你们得赔给我。游戏才刚刚开始，别想着跑。下面画着一个血淋淋的剪刀图案。王胖子吓得把玻璃瓶扔在地上，碎片洒了一地。他大喊是周明，称周明肯定回来了。赵磊脸色铁青，捡起那张纸条，称周明这是在警告我们。我看着地上的布料碎片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这个变态果然要报复我们。王胖子声音发颤，询问怎么办？提议报警。赵磊摇摇头，称报警没用，这最多算恶作剧，警察不会管的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接通后传来周明阴森的笑声。周明询问我是不是喜欢他给我们的礼物，还说那些碎片是他精心挑选的，可惜少了我们的份，警告我们别以为告诉老师就没事了，他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。我怒吼着骂周明是畜生，让他有本事出来单挑。周明嗤笑一声，称自己可不像我们那么蠢。他突然提起我们电脑里的视频，询问我们该不会删了吧，还说那是他的心血，要是不见了就把我们的裸照发到校园网上。我心里一惊，他怎么知道视频的事？难道他在宿舍装了监控？我强压下心头的恐惧，询问他想怎么样。周明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柔，称要求很简单，让我们各送他1条内裤，再帮他找10条女生的内裤，只要我们乖乖听话，他就放过我们，不然大家一起完蛋。电话被挂断了，我握着手机的手全是汗。王胖子和赵磊都紧张地看着我，询问周明说了什么。我把周明的要求重复了一遍。王胖子气得浑身发抖，称周明做梦，自己死都不会给他内裤。赵磊皱着眉，称周明手里肯定没有我们的裸照，这只是在吓唬我们。我看着赵磊，询问他确定把视频删干净了。赵磊点点头，称昨天晚上就删了，还格式化了 U 盘。王胖子不解地询问那周明怎么会知道。赵磊突然脸色一变，称不好，周明可能在视频里留了后门。我们赶紧跑回宿舍打开电脑，果然在电脑的隐藏文件夹里发现了一个自动上传的程序。我们删除视频后，程序竟然自动把备份发送到了一个陌生邮箱。赵磊一拳砸在键盘上，怒骂周明这个混蛋，称他早就算计好了。我看着那个程序，后背一阵发凉。周明不仅变态，还这么有心计，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王胖子急得团团转，询问现在怎么办，称周明要是真把视频发出去，我们就完了。赵磊眼神坚定，称不能让周明得逞，我们必须反击。我询问怎么反击，称周明家长有关系，学校又不管。赵磊沉默了几秒，突然抬起头，称我们找更多的人。我和王胖子询问找什么人，赵磊一字一句地说，找所有被周明害过的人，称周明肯定不止偷了那些女生的内裤，还有其他宿舍的男生肯定也有人被他捡过内裤，只要我们联合起来，就不信治不了他。王胖子眼睛一亮，称对，我们可以在校园论坛发帖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重新燃起一丝希望。对，我们不是孤军奋战，周明肯定害过很多人，只要大家团结起来，就一定能让这个变态付出代价。赵磊立刻打开校园论坛，手指飞快地敲击键盘，标题赫然写着揭露302宿舍周明变态行为，受害者请集合。他把周明偷内裤、捡布料、威胁我们的事全写了出来，最后还附上了那张纸条的照片。帖子一发出去，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回复像潮水一样涌来。有人留言说自己就说内裤怎么总丢，原来是周明干的；还有人说自己的内裤也被剪了好几个洞，还以为是洗衣机坏了。有人称周明还偷拍他们宿舍晾衣服，太恶心了。还有人表示要加入举报行列，短短半个小时就有几10个回复，全是被周明害过的学生。赵磊看着屏幕露出了笑容，告知我们看到了吗？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王胖子激动地搓着手，称太好了，这么多人作证，周明这次跑不掉了。赵磊的手机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，他接通后脸色瞬间变了。赵磊询问对方说的是不是真的，随后表示他们马上过去。挂了电话，赵磊看着我们，眼神凝重，他告知我们周明在女生宿舍楼下闹事，还说如果我们不给他道歉，他就当场跳楼。我们赶到女生宿舍楼下时，那里已经围满了人，警车和救护车停在一旁，闪烁的灯光映在每个人脸上。周明站在宿舍楼顶的边缘，半个身子探在外面，风吹得他衣服猎猎作响，看起来随时都会掉下来。他的父母在楼下哭哭啼啼，对着楼上大喊，让周明快下来，有话好好说。辅导员和几个老师站在一旁，急得团团转。辅导员看到我们，赶紧跑过来，称周明说只要我们3个上去给他道歉，他就下来。王胖子瞪大眼睛反问，凭什么我们给他道歉？周明才是变态。
辅导员急得满头大汗，称现在不是争这个的时候，万一周明真跳下来怎么办？赵磊抬头看向楼顶，称周明就是在装模作样，想逼我们妥协。我心里也没底，称周明连那种视频都拍得出来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就在这时，楼上周明突然大喊我们3个的名字，让我们上去。他手里拿着个扩音器，声音传遍整个宿舍楼，称我们要是不上来，他就从这里跳下去，让我们背上害死同学的罪名。周围的学生开始议论纷纷，有人询问怎么回事，质疑我们怎么逼人家跳楼，还有人说我们看着不像坏人，猜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。王胖子气得脸通红，称周明这个混蛋竟然倒打一耙。赵磊深吸一口气，称我们上去。我拉住他，称他疯了。赵磊眼神坚定，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周明想玩，我们就陪他玩到底。他转身对辅导员说，我们可以上去，但必须全程录音录像。辅导员赶紧点头，称自己让校保安跟着一起上去。我们3个跟着保安和辅导员一步步走上顶楼。周明看到我们上来，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，他称我们终于来了，还以为我们不敢来。赵磊停下脚步，和他保持安全距离，让他别装神弄鬼的，询问他到底想怎么样。周明举起手里的扩音器，要求我们对着楼下所有人说，是我们诬陷他，说我们不该偷看他隐私，不该在网上造谣。说完他就下来。王胖子怒吼道，称周明做梦，周明偷内裤的证据确凿，谁都帮不了他。周明嗤笑一声，辩称那些内裤是女生们自愿给他的，那些视频是自己拍着玩的，还反问我们有本事拿出他强迫女生的证据吗？他说的振振有词，好像自己真的是被冤枉的。我看着他那张扭曲的脸，心里一阵恶心。我拿出手机告知他我们已经联系了所有受害者，他们都愿意站出来作证。周明脸色一变，质疑他们敢吗？他称自己手里可有女生们的照片，要是敢出来乱说，就全发到网上去。赵磊往前一步，称那些照片他们已经交给警方了，反问周明还能威胁到谁？周明的眼神瞬间变得疯狂，大喊着，是你们逼我的，我本来不想把事情闹这么大，是你们非要毁了我。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，抵在自己脖子上。周明大喊，让我们都别过来，谁敢再往前走一步，他就割下去。楼下传来一阵惊呼，他父母的哭声更大了。保安赶紧停下脚步，让周明有话好好说，别冲动。周明指着我们，让女生们把网上的帖子删了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被冤枉的，不然他就死在我们面前。赵磊悄悄对我们使了个眼色，示意我们稳住。赵磊缓缓开口，称我们答应周明，让他先把刀放下，慢慢谈。周明激动地挥舞着小刀，称自己不相信我们，骂我们是骗子。他提出，除非我们现在就给我跪下道歉。王胖子气得浑身发抖，称周明别太过分。周明突然笑了起来，称自己过分吗？他辛辛苦苦收集布料，碍着谁了？还说那些内裤本来就该属于他，是我们嫉妒他，称我们就是见不得他有这么好的收藏品。他越说越激动，身体晃动得更厉害了。我注意到他脚下有块松动的瓷砖，心里突然有了主意。我悄悄挪动脚步，靠近赵磊，低声告知他周明脚下那块瓷砖是松的。赵磊点点头，突然提高声音，称周明真以为没人知道他的秘密吗？还谎称周明不仅偷内裤，还在宿舍里藏了很多女生的头发，反问他以为我们没发现吗？周明果然被吸引了注意力，称赵磊胡说自己没有。就在他分神的瞬间，赵磊突然大喊，就是现在！我和王胖子立刻朝着周明两侧冲过去。周明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，慌乱中往后一退，正好踩在那块松动的瓷砖上。周明尖叫一声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向后倒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赵磊扑过去抓住了他的手腕，我和王胖子赶紧冲上去帮忙，死死拉住他的胳膊。楼下传来惊呼声，保安也冲了过来，几个人合力终于把周明从楼边拉了回来。小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他父母冲上来抱住他，哭着说吓死妈妈了，问他怎么这么傻。周明突然推开他们，疯狂的大笑起来，称自己输了，竟然输了。警察走上前，再次给他戴上了手铐。警察告知周明，他涉嫌敲诈勒索和持刀威胁，让他跟他们走一趟。周明没有反抗，任由警察把他带走。经过我们身边时，他突然停下脚步。周明声音低沉地说，我们赢了，但他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赵磊冷冷地看着他，称他放心，这次不会有人再保释他了。看着周明被押下楼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，悬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楼下的学生爆发出一阵欢呼，那些曾经被周明伤害过的女生互相拥抱在一起，有的甚至哭了出来。辅导员走过来，拍了拍我们的肩膀，向我们道谢，还道歉说这次是自己错了，不该让我们忍气吞声。赵磊摇摇头，称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，只希望学校能给所有受害者一个交代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宿舍楼上，一场闹剧终于落幕。但我知道这件事对每个人的影响不会这么轻易结束，那些被偷过内裤的女生心里肯定留下了阴影，而我们3个也永远不会忘记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。王胖子突然叹了口气，称终于结束了。赵磊点点头，称还没有。我和王胖子都看向他，赵磊看着远处，称还有最后一件事没做，我们要让周明给所有受害者正式道歉。周明被带走的第3天，学校终于发布了公告，承认在处理周明事件中存在失职，承诺会加强宿舍安全管理。最重要的是，决定在全校大会上公开处理周明。公告一出，整个校园都沸腾了。那些曾经被周明伤害过的学生终于看到了希望。我们3个被叫到教务处，和周明的父母进行最后的协商。他母亲一见到我们就哭哭啼啼，恳求我们高抬贵手放过他儿子，称他还是个孩子，不能毁在我们手里。他父亲则板着脸，称他们愿意赔偿所有损失，再给我们每人10万块。询问这事就这么了了，行不行？王胖子冷笑一声，反问10万块能买回人家女生的名声吗？称周明偷拍的视频要是发出去，可不是10万块能解决的。赵磊把一沓材料推到他们面前，称这里有37个受害者的联名信，每个人都要求周明公开道歉。周父脸色一变，询问公开道歉，称周明还要上学，这样一来他以后怎么做人？我盯着他们，反问他儿子偷别人内裤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别人怎么做人？
教务处主任叹了口气，劝周先生和周太太，事到如今还是配合学校处理，不然事情闹大，对谁都没好处。周明的父母对视一眼，终于低下了头。全校大会那天，操场上挤满了人，主席台上，校领导表情严肃地坐着，我们3个和林小雅等几个受害者代表坐在第一排。当周明被保安带上来时，全场爆发出一阵嘘声。他穿着囚服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神空洞，完全没了之前的嚣张。校领导先是宣读了周明的违纪行为，从偷内裤到持刀威胁，每一条都念得清清楚楚。台下的学生听得目瞪口呆，不少人拿出手机拍照录像。校长拿起话筒，声音传遍整个操场，称根据学校规定，经与警方协商决定，给予周明开除学籍处分，并要求其在全校师生面前公开道歉。周明被保安推到话筒前，他张了张嘴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台下有人大喊让他快道歉，别浪费时间，还有人骂他变态，让他滚出学校。周明的脸涨得通红，突然抬起头，大喊自己没错，全场瞬间安静下来。他母亲在台下尖叫，让周明别说傻话。我就是喜欢收集布料，怎么了？那些内裤放在那里也是浪费，我把最好的部分剪下来收藏，没做错。赵雷猛地站起来，质问他没错吗？反问他偷拍女生宿舍怎么说？威胁我们以跳楼相逼怎么说？毁了那么多人的正常生活，还敢说自己没错？林小雅也站起来，声音带着颤抖，称周明偷了她的内裤，还在视频里说要毁了她。询问他知道自己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吗？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站起来控诉，有人称周明偷了自己3条内裤，声讨声越来越大，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周明。他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，终于低下了头。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，周明哽咽着开始道歉。他低声向大家道歉，称自己不该偷大家的内裤，不该偷拍视频，不该威胁大家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，完全没有诚意。王胖子大喊没听见，让他大点声。周明咬着牙，提高了音量，称自己错了，向全体师生道歉。道歉结束后，校长拿起话筒，称根据受害者要求，周明还需接受额外惩罚。2个保安走上来，拿出一条粉色蕾丝内裤，正是他从林小雅那里偷的那条。在全场的哄笑声中，保安把内裤套在了周明头上。校长下令让周明绕操场游街一圈。周明拼命挣扎，大喊自己不，称他们不能这样对他，但保安根本不理他，架着他往操场走去。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，学生们跟在后面，有的拍照，有的大喊变态。周明的父母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，却没人同情他们。游街结束后，警车在众人的注视下把周明带走了。这次没有人再来保释他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大会结束后，林小雅走到我们面前，深深鞠了一躬，她眼里含着泪向我们道谢，称如果不是我们，他们永远都活在恐惧里。周围的几个女生也纷纷向我们道谢。赵磊笑了笑，称不客气，我们也是受害者，还说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内裤被偷了。王胖子拍着胸脯，称以后谁敢再犯，他们还收拾谁。阳光洒在操场上，驱散了所有的阴霾。回到宿舍，我们3个把周明的东西全部清理出去，扔掉那些恶心的布料碎片时，感觉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宿舍里空荡荡的，但空气都变得清新了。王胖子打开啤酒，提议为了庆祝摆脱变态干杯。我们3个碰杯，啤酒泡沫溅了一身。我笑着说以后再也不用藏内裤了。赵磊点点头，称以后遇到这种事，他们再也不会忍气吞声了。窗外传来其他宿舍的欢呼声。我知道这场由内裤引发的风波终于彻底结束了，但他教会我们的事永远不会忘记。面对邪恶，沉默和退让只会让他更加嚣张。只有团结起来，勇敢反抗，才能让正义得到伸张，才能让那些阴暗的角落暴露在阳光之下。从那以后，学校宿舍安装了更多监控，女生宿舍的消防栓也修好了，再也没有发生过内裤丢失的案件。而我们3个成了校园里的内裤英雄。虽然这个称号有点奇怪，但每次听到有人提起，我们都会相视一笑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守护的不只是内裤，更是每个人的安全和尊严。